在19世纪末期，西方科技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让人们变得盲目自信、不可一世，自以为能主宰天地万物，却不知在神秘的大自然前，人渺小的就像一粒尘埃。当时英国作家罗伯森写了一本小说叫《徒劳无功》，书中描写了一艘豪华巨轮泰坦号初次出航便撞上冰山，沉入海底。14年后，英国白星航运公司建造出了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庞大、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它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最大的人工钢铁构造物，堪称工业时代的伟大成就。因为这艘邮轮有着当时最先进的水密舱设计，可以在一部分被破坏的情况下继续漂浮，所以人们都赞誉它是永远不会沉没的梦想之船。然而就在4月的处女航中，泰坦尼克号却不幸和冰山相撞，最终沉入了大西洋。没人能想到小说竟然会成为现实。要知道，两者不只是名字相似，就连线路、时间、乘客人数、遇难原因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且两船出事后都是因为救生艇不够导致伤亡惨重。这次事故造成了1500多人丧生，是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海难之一。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人类为傲慢和掉以轻心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人类狂妄自大的标志。而这也永远提醒着人类对神秘的大自然应该怀有敬畏之心。1958年，英国将这起海难事件改编成了电影《滨海沉船》。该片真实还原了泰坦尼克号的整个沉没过程和细节，很多情节都被卡梅隆借鉴到了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中，甚至有不少镜头连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比如总设计师安德鲁沉船前的祷告，音乐家临危不惧的演奏，大烟囱的倒塌，上等舱的富人聚会，都可以看出两者极其相似。其他更多的相同点，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解说过的《滨海沉船》。另外，97版的爱情戏其实是借鉴了小说《徒劳无功》，书中描写了身份低微的水手罗兰，在游轮上遇到了曾经相爱的情人米拉，奈何她已嫁入豪门，成为了有夫之妇。当灾难来临时，罗兰为了保护米拉及她的孩子，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卡梅隆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使用现代科技技术来重现了这场灾难，而那场跨越阶级的爱情也被演绎得更加激烈和浪漫，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所以97版的成功，《滨海沉船》和小说《徒劳无功》至少有一半的功劳。但也有网友说卡梅隆不要脸，是抄袭前人。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97版的真实拍摄过程，了解卡梅隆团队创作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首先，在电影拍摄计划还没有出来的时候，44岁的卡梅隆就乘坐着俄罗斯的和平号微型潜艇，先后数十次潜入大西洋深处考察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世界上只有5艘微型潜艇可以到达这个深度。为了拍摄残骸的内部画面，剧组还特别制作了能承受海底高压的摄像机和水下机器人。而在灯光的照射下，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豪华巨大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成为了锈迹斑斑的废铁，而浴室中的土耳其瓷砖虽历经100年，但仍是光亮如新，精雕细琢的红木家具也依然如故。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惊讶。根据卡梅隆的猜测，这很可能是由于家具上面的白漆有铅，所以微生物不能接近腐蚀木头。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后来都被卡梅隆加入到了电影的开头中，但也有一部分镜头是制作的揣摩，但凭肉眼是很难分辨出来的。由于卡梅隆拍摄电影极其注重真实性，而泰坦尼克号首航便沉入了大西洋，没有留下更多的影像资料，所以剧组直接找到当年制作泰坦尼克号的沃尔夫造船厂，得到了原始造船设计图，接着招募了1.4万个工人，打造了一艘和泰坦尼克号大小长度相似的船体。因为没有任何影棚能容纳得下这艘庞然大物，所以卡梅隆说服福斯公司在墨西哥的海滨买下40亩土地，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为了节省成本，船体的外观只有右半部分是全部完工的，所以拍摄时是用相反的2套文字道具来拍摄，然后再把画面左右颠倒放映。而船身移动的效果是让摄影师坐在车上，然后朝着船的另外一个方向开去，这样在视觉上就会觉得是船在动。
外景则使用了高达49米的吊车来拍摄，其他的像天空、海鸥、海水，其实都是后期用电脑合成的。因为拥有了原始造船图，加之强大的现代科技技术，所以卡梅隆团队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再次造出这艘传奇巨轮。不过可惜的是，造船图上并没有关于内部的细节设计和装饰资料。为此，卡梅隆参考泰坦尼克号的姐妹船奥林匹克号，招募了数千名顶尖艺术家和能工巧匠，来打造高级奢华的家具、灯具和装饰。头等舱里的数千件瓷器、水晶制品、银餐具，都是按照当时上流社会的标准来制作的，其精致程度可以媲美外科医生的手术工具。就连地毯都是委托泰坦尼克号当年的英国供应商进行了专门的复制制作。而整部电影造价最高的就是女主角露丝的套房，是由卡梅隆根据残骸内部画面亲自设计的。但制作出这么多精美奢华的东西，最后就是为了把它们毁掉。正如卡梅隆说的，奢华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另外，在杰克参加上流社会晚宴的片段里，参演的150名群众演员都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训，从坐姿、进餐、礼仪、言谈举止，甚至连一个笑容，都达到了当时上流社会的标准。假如演员们不经过训练，就会显得比较僵硬，或者坐下后直接把手肘放到桌子上，这些都是十分失礼的。另外，服务员上菜是按照当时的规矩，从左边上菜，从右边撤菜。除了红酒是倒半杯，其他任何酒都不能倒满杯子的1/3。以上这些可见卡梅隆团队在制作电影时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但整部电影最困难的就是让轮船沉没的场景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首先，剧组招募工人在摄影场挖了一个能容纳6万多吨水的水槽，同时配备了大型起重机进行了水力学设计。这套装置可以控制船体按照剧情需求来进行沉没，甚至能在几秒钟内将船从0推到90度，把演员抛向高空。这种设计有点类似于游乐场的海盗船。而片中船体从中间断裂的景象，则是先把道具船从中间切割成前后2节，再利用强大的液压装置来控制下降沉没。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钢铁家居装饰也会随之毁灭，这是全片最复杂的景象，在实际操作中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因为这组镜头没有彩排，只能以此通过，所以摄影师完全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水中拍摄。为防万一，剧组还给每个摄影师专门设计了一条逃生通道，同时配备着一罐氧气应急。在片中船头即将要完全沉没的时候，很多乘客都争先恐后地往船尾跑。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是专门独立制造了一个船尾，然后用许多铰链和大型起重机来进行控制。这套装置类似于跷跷板，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0到90度的倾斜。片中随着船尾上扬，许多乘客因为抓不住栏杆摔死在了甲板上，或者垂直掉入了海水中。实际上，数千名的群众演员都使用了安全绳，高空落水的镜头完全由特技演员来完成，跌死摔伤的镜头则是由特技演员带着特制的滑轮绳索，在坠落到预定的高度时迅速停住，这样就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表演出了摔死的效果。不过为防万一，卡梅隆还是让道具组将栏杆等坚硬的物体替换为了柔软的泡沫橡胶。当游轮完全沉没后，人们在冰冷的海水中挣扎求生。这一幕其实是在一个类似游泳池的水槽里拍摄的，而演员的头发和面部都使用了一种医用粉末，遇到水便会结晶。后期再用电脑添加上呼吸特效，让水看起来非常冰冷，实际当时的水温有27度左右。包括男女主角在船头相拥飞翔的经典镜头也是使用电脑合成的。剧组先是拍摄了天空醉人的玫瑰色晚霞，当时就连卡梅隆都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接着再把男女主角相拥的镜头完美的合成到一起。以上就是泰坦尼克号的真实拍摄过程，我所说的只是一个大概，因为从实景的搭建到后期的电脑合成处理，都不是3言2语能讲完的。在拍摄过程中，还有很多观众难以想象到的困难和细节，但最困难的就是如何让这一切完美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卡梅隆说过，当人们被电脑特效带来的视觉效果欺骗时，即使不知道原因也会感觉出来不真实。这种微妙的虚假塑料感在很多劣质科幻片中都会有，所以卡梅隆不允许这种不真实的感觉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要知道，呼风唤雨的特效和奢华巨大的场景，只要钱砸够了都可以搞，
但是要把科技和艺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就只有卡梅隆这样的天才才能做到。